读中生可能给人感觉的印象就是哦，应该蛮有钱，读书应该是很好，有死板的。死板。升学便利店。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第二集的 AUG 升学便利店，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Eric。今天呢，我们邀请到3位不同的嘉宾哦。第一位是我们的AUG 升学顾问 Alvin，大家好，我是 Alvin。好，还有我们2位来自 UEC 的毕业生。大家好，我是 Oscar。大家好，我是心如，然后我们一样是从新华中学同班毕业的。然后我们目前也是在 Monash 读着Year One。欢迎欢迎。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会邀请到他们3位呢？其实是因为我们今天要聊一个特别大家 UEC 都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哦，就是 UEC 到底有没有学校要收？我相信这个问题是大家很多的家长都很顾虑的一个问题哦。第一个问题呢，就是 UEC 是否只能去中国或者台湾留学呢？你们对这个有什么样的想法？想请问一下2位 UEC 的毕业生。我觉得这个说法应该算蛮以前的说法了。现在大环境已经改变很多了。比如说现在我很多朋友都有到一些Australia 啊、爱尔兰啊，然后英国、美国都有啊，所以我觉得是 UEC 也是算一个蛮全面的一个文凭了啦，我觉得。而且就算没有出国读的话，在本地也是有私立大学。对啊，会收。那我们想问一下 AUG 的顾问有什么样的想法呢？刚才奥斯卡所说的，说这个概念能够去中国是去台湾的想法已经是很过时了。现在的 UEC 学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选择，说国内的话，它有私立大学都能够承认统考，然后也是有给统考很多好的奖学金。除此之外，像如果你最近有看新闻的话呢，有注意一下，沙拉越政府也是有正式承认统考进入他们政府的大学，在沙拉里面了。希望有一天这个 policy 也是可以延伸到西马这边，国立大学也是可以慢慢的接受统考生。除了澳洲、英国，很多国家都会把 UEC 视作为一个很有 recognition 的一个文凭。对，升学方面，我觉得在过去10多年，我们作为教育升学顾问来说的话，UEC 的文凭其实很受外国大学的承认，包括也有一些奖学金呢，也是特例设置于初中生的。所以这个情况，我觉得已经不是现在的情况，很多读书生都有很多选择去往国内或国外去升学。对，很多时候我们也是看到我们马来西亚大学其实慢慢很多都在收这 UEC 的这个学生哦，而且特别是很多奖学金啊，也是专门 for UEC 学生罢了，所以是一个很好的看见哦。好，那么我想问一下 UEC 的毕业生们哦，你们为什么会选择去读 UEC？我的经验呢，其实就是很简单，就是因为我的家人都是去读 UEC。哦，家人都是 UEC 啊，因为我有2个姐姐，1个哥哥，他们都是读 UEC 啊，读完了也是在本地在私立大学哦，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心如应该是因为华语环境吧。华语环境啊，然后如果是去国中的话，可能会担心国中可能有部分的教育素质会没有这样好啊，就相比下来读中会比较好一点。所以也是因为语言的关系比较容易去理解啊。再来，我想问一下你们哦，因为你们现在已经读着大学了，对吗？所以你们在读完 UEC 过后，因为 UEC 都是比较多用华文来去说，但是你在大学的时候呢，你就需要用到英文这个转换，你们会觉得在这个时刻会有点困难吗？其实这个是蛮有感悟的，就是当你操作的东西啊，然后你日常跟朋友交流啊，都是用华语，然后突然间换到英文的时候，你真的会有一点不适应。不过我觉得可能花1、2个礼拜这样子慢慢去适应英文环境，然后去多看，我相信这不是什么难事啊。就主要是就是要突破，就是你愿不愿意去跟一些跟你不同圈层的朋友，比如说用不一样语言的朋友去跟他们结交啊，然后跟他们去深入交流。因为其实我觉得啦，就是刚开学下来的体悟就是，你能不能用英文就是很好交流，取决于你会不会讲笑话。因为如果你用英文讲笑话，你是讲不出的。是，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要就交到很多朋友，你可以尝试先从笑话这方面去入手啊，这是我的个人见解啦。所以你交朋友的方式就是讲笑话啊，讲些笑话的哦，不错不错，是的，是的，真的很好。好，但是如果是我们讨论到 UEC，因为很多学生其实现阶段哦，他们虽然是拿统考，但是很多时候他们也是有去拿 SPM 这个考试啊。你们觉得你在读统考的时候，你们应不应该去拿 SPM 这个考试呢？因为有这个选项嘛，学生可以选择不拿。我觉得是应该啊，因为其实UEC 的英文那个成绩不是受所有的私立大学承认，很像我们读模那时候，其实他是看 SPM 的英文成绩，就是好像要拿到 B2 他才可以进，如果没有的话，好像是要去考 PT 还是 IL 才可以进到。这部分我又很深有感悟啊，因为我之前跟 AUG 也是有做很多不同东西啊，所以接下来我就遇到一个情况，因为我只是拿 UEC，我没有拿 SPM，我就要申请 Monash University 咯。可是我遇到一个很严重的情况，就是我没有 SPM 成绩那个英文他不给我过，因为 UEC 的英文他们是不接受的所以我就要从一些语言鉴定考试去选哦。我的主要就是选两个，就是一个是 IELTS，一个是 PTE。当时候我经过考虑过后，我就选 PTE 作为这次的这个鉴定考试咯。因为其实 PTE 我会觉得会比较容易，是因为我在小红书上面有看到蛮多中国人在上面post一些攻略啊，还是他们做的笔记这样子就是对于以我的这个读书的这个习惯来讲，我觉得比较适合我啦。所以我就从 PTE 去入手哦。虽然讲是考2次有第一次是 fail，不过第一次的分数差别是蛮小啦，所以第二次我就追上来咯。所以才能成功申请到 Monash 这个大学。好，谢谢你们的分享。对，好，那么我们就请一下我们的 AUG 的升学顾问对这个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我觉得两位同学分享得很好，是因为对很多读中生，他们在完成一个读中的文凭的时候，他们往往不会去考虑到接下来需要用什么样的文凭，然后去辅助我的统考的文凭，然后去继续升学这样子。读中的英文，因为读中的体制就是从中文作为媒介语，所以很多时候全部的科系都是以中文为主要的语言沟通。所以在很多国外，尤其是英语的国家的话呢，他们都会比较倾向于读中生要去拿多另外一个额外的英语鉴定考试来去证明他的英语能力是能够符合到大学的要求。就像他们这两位的情况，其实很多读中生都会遇到，因为他们都没有去准备 SPM。如果我们这边可以做个总结，UC 学生如果可以的话，都去拿这个 SPM 的成绩。原因是因为 SPM 的英文其实受到很多国家的认证。所以当你在升学的时候，你可以用统考成绩直接上去读大学第1年，但是他们要看你的英文，英文就可以从 SPM 这边去做一个额外的 verification。当然不是你做 SPM 英文就一定可以，你也是要达到它最低的要求分数。所以达到这最低要求的分数的同时，你的成绩统考也是过关，然后他们就可以直接让你上大学第1年。不只是英文，像如果你有了解一些比较像马来西亚，你要去成为医生，你要成为律师，很多这种专业文凭，它都需要学生有一个 SPM 的底。所以如果你有 SPM， 你再加上你的这些统考，然后以后你可能毕业 as a lawyer 还是 as a 医生，你回来去做那种 verification 跟执照局专业的那个执照局的话，会有比较容易一点点。所以是建议读中生不要逃避 SPM，就有的拿就拿，就是尽量考好英文，然后斯加拉，然后马来文，就是拿到你的成绩，然后我们就可以继续升学，会比较容易啦。好，谢谢大家的分享，我觉得大家的分享很棒哦。所以很多时候就是我知道大家也是很顾虑在你们考 UEC 的时候，然后过后要不要选择拿 SPM。所以我们刚刚也听到了，其实拿 SPM 真的好处真的是很多很多的，而且会帮到你的未来哦。好，我们就看下一个问题吧。这个问题是想要问我们2位的这个 UEC 的毕业生就是在你们读 UEC 读中的时候呢，你们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应该是测验比较多，因为 UEC 的话，他们读中生应该是每个礼拜都会有固定的测验，然后又有一些课外活动学术那些活动就比较多，就会比较繁忙一点然后UEC 的难度其实我觉得是比
SPM 难啊，嗯就是如果你有语系的数学的话，你去读 SPM 的数学，其实 SPM 考的都是就是我们初中学的东西，所以其实 UEC 生去考 SPM，我觉得是比较容易的，只是要换成英文或者国文这样。我觉得他发言是很有代表性的，因为毕竟他 UEC 是负 A1 的，所以大家可哇哦以多听一下意见。开个补习班了，可以。对啊，他也是有分享一些笔记啊，你可以哦关注他的账号。在这边。如果是我的话，我的发言是代表可能比较普通的学生啦，因为我成绩也没有那么好。我觉得每个考试都有一个困难，就是自制力因为我们读中是有一个体系是3年考嘛，就是有预考、毕业考还有统考。可能你把你的全部精力放在预考啊，放在毕业考啊，可能到最后统考的时候你就会很舒服所以我就要告诫大家，不管是什么考试都很认真对待它就对了就是不要松懈下来咯。可能最好是你要一步一步进步啦，不要一步一步退步就可以了最好是这样要有自制力，然后每天要制定学习计划咯，要清楚你自己到底要读的是什么。我觉得如果为了要拿高分去读的话，其实那种是学霸才做到我觉得如果你普通人来讲，可能你就想你现在读好了，然后你UEC成绩好，然后你之后申请奖学金，可能你可以申请全免呢。如果像我那这种私立大学，可能全免3年的话，可能要100多千呢，要100多千。你可以想象自己为了读这考试，你可以赚100多千，这是一个很厉害的事情所以可以往这方面去想是，而且 Monash 有给，好像UEC的学生如果有拿5个 A1，一年有15千奖学金。是可以很好的就是减轻父母负担你自己也不要供了，就是靠自己去拿那东西这种是另一种思维来的，就是这样你读书其实你在赚着钱的，对，你在赚钱的，拿什么去，那就是你赚到的钱，虽然是没有拿到手啦，但是那个钱是扣在你的这个学费上了咯。好，那么我们 AUG 的升学顾问，你在你的帮那么多学生去申请大学，特别是UEC学生统考的学生学生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可以分享一下经验。觉得 UEC 学生其实你看他的学术表现，其实我们都觉得很好。像刚才同学也是有分享，就是UEC 考试所要求的东西跟在普通 SPM 是不同。它层次也不同，当然也不能够这样比较，因为 SPM 毕竟是一个高2等级的考试，然后 UEC 是高3等级就同等于 A level 或是 STPM 这样子的一个程度。但是我们每次看到说学生，尤其是中考生，学术、数学、理科他们都很好。每次会遇到问题，很坦白说，就是每次都会栽在英文那一边。因为我们 AUG 做比较多是澳洲、英国，然后爱尔兰这些，所以他们相对对英语的要求都会有一点。然后英语呢，学生都会来做 PT 做 IELTS 这些。如果你了解的话，英文 for 这些考试都会考4个板块，就是有 reading、listening、speaking 这些东西。所以每次UEC 学生栽在的点就是 always 就是 speaking，所以他的 reading、他的 listening 可以很高分，都会6.5、7有些甚至到7，但是到 speaking 的时候就很难，就到5.5、6爬不上头，因为 minimum 要6嘛。所以我觉得UEC 可能在一个大环境之下，很多是用中文，然后接触到的朋友读书或者是做一些 presentation 全部是中文，所以他们可能在那个环境。虽然英语的造诣 grammar 这种是不错的，但是就可能缺乏那个环境去多讲，去多听，然后就通常我们都会看到 speaking 会比较低一点点，所以很多时候不知道，可能你可以分享你的学生的那个分数，可能第一次考试就是 speaking 那边，然后只要补回来他就 OK 了，就过不了关。确实是这样我第一次失败是栽在这个 speaking 这里，大家还是多练 speaking，多讲一点英文。对，多讲一点英文，就是你沟通的时候最好是用英文比较好啦。就是平时生活中可能跟他沟通的时候，也是在考试准备阶段也是尝试用英文去沟通会比较好啦。让自己去熟悉，不会这样紧张。因为有时候你自己跟自己讲，可能还 OK 可以，可是你到考试的时候，你紧张的时候，就什么都忘记掉，那些语法全部是乱了，可能还会掺一个华语掺一个国语那样这个要小心对，我也相信这不只是读中生会面对到的问题吧。我觉得很多其实国中生，因为我本身也是国中生，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
在我中学的时候，我也是通常都是用国文，因为我们的有族同胞一起的沟通，当然我也是用华语的去跟我们华人去沟通，所以很多时候就很少用到英文哦。所以其实语言这个特别是英文是最常是忽略到的，所以就很像刚刚奥斯卡也是有分享，其实最重要的是你要去多练习去讲，你要去讲，反而很多时候你去读的话，其实是你也学不到什么，因为就是 speaking 那边没有做好。所以我相信这个问题是很多很多的同学们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啦。所以刚刚奥斯卡也是分享一个很好的 trick， 就是多讲英文，多讲笑话，多讲笑话，对，多讲笑话，用英文来讲笑话，哦，可以。其实我也是一个朋友也是教我，他就是讲多听 Taylor Swift 的歌，因为他讲 Taylor Swift 的歌，他的 lyrics 是都可以用在我们生活上面，所以是一种帮助啦。OK， 所以大家也是可以看一下，如果是你喜欢听歌的话，可能可以去 try 这个方式。我觉得可能你比较起像读中生、国中生跟国际学生会有不一样的，对，会有不一样的那个，我不要讲种类，像在工厂做东西，对，因为可能教育的那个体制不同，针对的东西不同。很多人会觉得读中生是很自律、很 discipline，说制服要一模一样，干干净净也很群力。因为你的上课时间，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整个马来西亚来讲，所有不同的中学体系，你是上课算最长时间，有时候拜六也要上课。但是国中的话，其实我以前读国中就12点就肯定回家吃饭，然后就去补习，所以我很少时间在学校，但是我读中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东西就是你们对学校的那个belonging 是很强的，所以学校有什么团体活动，有什么大型活动，是整校的学生都可以去参与的那种程度。相比国中的话，其实你会看到那个凝聚力不是很强，所以我觉得。读中生可能人感觉的印象就是应该蛮有钱，读书应该是很好，比较死板一点。死板，对，可能会就老师讲你们听啊，这样子，服从就是服从性就不要强，对。把这种像你上大学现在你觉得是有帮助吗？还是什么？其实这个我自己本身是蛮好奇的，就你在大学的环境，大学如果你讲 Monash 还是 Dallas 他们这种都是比较。想要学生你有什么自己的想法，你自己的 idea， 但是读中生又是在这种环境，就是老师说一你就做一，老师说二你就做二，但是在大学的环境，你觉得过去这一年你跟在上中学时候有什么很不同的？就是我觉得确实是模式不同，因为像在中学的时候，我是读中嘛，也像 Alvin 讲的这样子，就是比较像老师讲我们就做。比较像一个就是我们去输出老师要我们做的东西这样子啦。然后如果到了大学呢，就是老师会其实没有一个主题，它偏向每个学生自己发表自己的东西，然后全部 group 起来，然后再去做下一步这样子我觉得是一个蛮大的不同啦。其实我觉得读中也还 OK 啦，因为像我那时候有分 lecture 跟 tutor 嘛 ，lecture 就是听课报，而且我们是看 video， 然后 tutor 才会就是一起讨论，给我们题目我们一起做。然后读中的话也是有时候是上课，但是有时候也是会给我们一些活动去讨论，好像也是有很多 group assignment， 然后要去上台 present 所以其实如果是 for 大学在 group assignment 要上去 present 我觉得有一些。学生应该不会讲到太紧张，因为其实我们在学校里面都有很多这种 group assignment 作为国中生很多时候我也是蛮羡慕读中生他们的课外活动特别的丰富，对，所以很多时候我就看到就感觉到我们国中真的是很像 Alvin 所讲的，上课完过后就放学，放学过后就是去补习不然就去做其他的东西，所以很多时候也是忽略了这个课外活动的这个重要性所以课外活动就好像有 skill point 这些东西，就是你可以去学怎样的去 presentation 这些，其实在大学上其实是真的是很有帮助的，特别是读中生其实也是蛮去顾虑到学生的这个自信。他怎样去 build up 这个自信在学生的身上就让人做这种 public speaking 这些东西都是关于到自信，所以其实很多时候你在你的大学上我们学的不只是课业，学的其实也是生活，其实生活就是你的大学生活也是很重要啦所以你的读中生的身上是可以看到
他们的这个学校生活是有在的啦。嗯，所以再次感谢我们3位的嘉宾来到我们今天的升学便利店，也是谢谢你们的分享，真的太棒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可以看到我们一些学生他们所顾虑到不一样的问题。当然，如果你是来自其他的，可能就是国中生啊，还是你是读 international school 的学生，当然你可以发留言在下面来，让我们知道你所遇到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就可以在另外一集的时候就可以一起的去分享哦。好，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就到这边。So 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这个 podcast，我们在下一集见，拜拜。